来人！公子，您忘了吧？老爷去隔壁城中办要事去了，1个月后才能回来。知道了，滚吧。是。你们究竟是何人？跟祖宗斗你是斗不赢的，收手吧，渣男！你背后的火焰胎记是什么由来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说。我不想回那里去，我也不想他们去那里，好可怕，好恶心。祖宗，他好像对那个胎记 PTSD 了。什么？就是一提到那个胎记，他就好像触碰到了一种阴影回忆，陷入到癫狂之中，连真言之事都拿他没办法。公子，老爷让您今晚去六姨娘那里歇歇。你以后哪儿也不许去，就专心待在家里给我绵延此嗣。那严家公子妾室娶了一房又一房，不去考取功名，还成天喝花酒，这跟养了个废物有什么区别？我看啊，你就是眼红人家命好，不用吃苦。哼，他这样早晚坐吃山空，家财散尽。还是一无所获，连搜魂之术都不起作用。看来他这阴影回忆还挺重的。他就是个废物。别急，我们看看从别处再找一下线索。不怕，随便在这府上杀几个人，不怕他们不说实话。师祖要不得，我们还有很多重要消息没打听呢。而且你顶着这渣男的皮，你要谨慎行事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天哪，这天杀的肾虚公子都凑够一支足球队了。公子，公子，我好久没有来他们家了。公子，我什么时候能见见贤哥啊？自打他出生后，我都没见他几面。就是，公子，就来看我，对。放开我！师祖，能不能把我变回人形啊？我出去一趟。去做什么？那青娘小姐姐一定还不知道，这严公子都娶了10多房妾室了。我得去告诉她，让她死心。你不是向来都喜爱偷懒吗？怎么现在却主动给自己找事做？我那不是偷懒，是松弛。重要的是，那些个妾室已经够让师祖您难以招架了，青娘还时不时纠缠。我得帮师祖解决这个麻烦。也罢，那你去吧。嗯。若周星儿那里有关于火焰胎记的线索，也回禀于我。这个事业皮野新家，知道啦。念九最后的踪迹，分明就是出现在这里。莫非田燕还真的已经……
你这小妖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这是何意啊？我是庭燕。庭燕？怎么可能？在观星台，庭燕请我吃果子，看风景。你真的是庭燕？庭燕，真不容易啊，姐妹。我明白了，师祖是想用这种方式保护你，好让你躲过那8大宫的为难。不过我见你命灯一灭，真的把我吓坏了。还是闺蜜好。舒玲，舒玲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了寻找庭燕的下落，恰巧来到此处，刚好遇见了她。你找到庭燕了？她在哪儿？公子，那我的弦歌……祖宗，给点反应啊！我会查明他们的下落的。多谢公子。谢过公子，多谢公子恢复我自由之身。公子定是知晓了我们的苦痛，这才放我们离开的。我将今日视作自己重生之日，特地梳洗一番，迎接这一刻。太好了，就是你这身粉色显得你有点黑。哪怕我捧个哏都会讲出真心话，完全不给我活路。你真无理，还轮不到你来评论我的穿着。抱歉，抱歉。师祖，你能不能赶紧把这真言之事给我解了？就算赤焰城的人法力低微，看不到我额前的法阵，但是我这样一直持续口出狂言下去，他们也会觉得奇怪的，说不定那点就把我群殴一顿，你知道吗？都说了是惩罚了，若有人愿代我之劳，揍你一顿，也不失为一件妙事啊。你这什么小学鸡行为啊！看来你对我的此举很满意，竟夸我为小学鸡。小学鸡才不是什么夸赞呢，说的是你幼稚、无聊、无理取闹。廖庭燕，你快住嘴吧！既然如此，你不妨继续骂下去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，这不是您想听真话的吗？您看您给我解了，我再多奉承的话，我都说给您听。哎，虚伪的奉承多无聊，我偏不爱听。奴婢见过公子。那，公子，奴婢能不能留下来？奴婢无依无靠，愿留在严府日夜侍奉公子。不必，我不习惯有人陪着我。你说对吗？我看你挺习惯的呀，昨天晚上不是抱着我睡觉吗？原来公子遣走我们，是因为这位姑娘。没错，我就只愿意留她一人陪我。开不开心？开心谈不上，倒是很惊心。这什么走向啊？剧本里没写啊。我看你是心花怒放吧，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姑娘，是这样的，我呢其实是一个水獭，他呢也不是真的严公子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不愿再做着严家的公子了。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活着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奴婢将会一生祝福公子和姑娘。看到没有？再不给我解开，小心遭到反噬，毁了你的千秋大计。我不知道什么千秋大计，我只知有人骂我为小学鸡。真言之事，再延期5日。你是不是在心里咒骂我呀？是。那就再加5日。你至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也要将我困在这里。
你在这里给我好好反省，不许再想与我分道扬镳之事。我会找到方法，尽快取得司马娇的信任，不会让我们的计划受阻。方法？你在赤焰城多日，根本就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调动廖廷彦极寒之体的方法吧？被我说中了，对吧？姐姐，你别再自欺欺人了。如今除了取廖廷彦的内丹，我们无路可走了。还有一条路，杀了司马娇。说得轻巧，司马娇是何人？你根本毫无胜算。总会等到机会的。姐姐，你可千万要分清孰轻孰重。师祖，可是你将廖廷彦的行踪告诉师家的？弟子不曾向任何人透露半分消息。师祖，我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了？你在替我教训他们吗？走吧，去哪儿啊？去死！啊？少公主，您还要在这白鹿崖附近游玩吗？最近各大宫都被师祖盯得紧，月公主再三交代，您要谨慎行事。也怪初悔不争气。此事若是伴在师祖身旁的人是他，一切都会方便很多。所以我才要想办法跟师祖偶遇。如果能够讨其欢心，也许就能够帮娘亲渡过难关。可是这金山的人中，只有那廖廷彦一人入了师祖法眼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连那3灵根的废物都不如？少公主，饶命！小公主，不可随意动用法力，保守我根本控制不了这个飞鸽。奇怪，这飞鸽怎么突然停了？有人来了，那是……师祖，拜见师祖。这飞阁不错呀，是个杀人的好地方。难道师祖要在这里杀了廖廷彦？能死在我这飞阁里，算你命好。师祖，弟子愿为您代劳，不要脏了师祖的手。你就是月之宫的？是，弟子乃月之宫公主之女。你来人家这做客，把主人赶出去，会不会不好啊？八大宫和诗室，从我司马氏夺走的，不止一座飞阁。啊！
你把我一个人丢这儿啊？哎，这不是我白天看到那飞阁吗？我直接入住5星级酒店了，这景色绝了！这是给我装窃听器了吗？怎么知道我想住这儿啊？师祖，你们几大公主搞了这么大个阵仗，连一个魔域奸细都打不过，看来8大宫该易主了。师祖，你说这话的意思是？廖廷彦是魔域之人，这事你们难道不知情吗？那今日搞这么大的阵仗出来，又是为了谁？哦，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的，不知道师祖想如何处置廖廷彦呢？抽筋、扒皮、拆骨。我会先将他囚禁起来。这么好的福利待遇，要我在这儿住1个月，我都愿意。再以火炙烤肉体。再烤一会儿就能吃了。再把它扔进寒池里泡着。这是什么人间天堂？最后被野兽吞噬，再不见天日。不愧是5星级酒店啊，这么舒服啊！那廖廷彦的尸身呢？没有尸身。如此酷刑之下，定然是尸骨无存了。区区一个魔域奸细，能死在师祖手里，也算他死得其所。滚！他又头疼了，看来真的是很疼。就是因为头太疼了，才会完全不在乎手上的伤。可能相比起来，手上伤口的疼并不算什么。廷彦，看在你侍奉得当的份上，我可以允你一个度假。还是你想要？蛇兄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廷彦，给，这是入灵让我给你带的信。你背着我先去见入灵了。入灵有说什么吗？他说，让我今天卯时跟他去看什么赤气净天，说是很壮观的美景。那我呢？入灵有没有约我一起啊？好像没有哎，上面说让我一个人去。
那现在天色看起来像6点，我是不是要出发了？蛇兄，你怎么了？庭言，自从入林把我的蛇心还给我之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常常会想念入林的气息。入林应该没有对你的蛇心做什么呀，他一直带在身上，顶多沾染他的香气。那我为何会化成人呢？我知道了，是你的心爱上了他的气息，所以化形成人。那庭言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我怎么样才能让入林也爱上我？啊？蛇兄，你刚化形成人，有所不知啊，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是需要慢慢培养的。不妨你拜入林为师，这样你就可以像待在师祖身边一样，顺理成章地陪着他。可是我已经有师祖这一个师傅了，我还能怎么样拜入林为师啊？师祖肯定不同意的。你跟他情同兄弟，这点小事他肯定不会不允的。我只是一条灵蛇，怎么可以和师祖以手足相论？放心吧，师祖呢，他只是不善于表达，你在他心里还是很重要的。我走了。师祖，廖庭言出门了。是。出门做什么？师祖，庭言让我来告诉您，他去找入林了。他倒是学会先斩后奏了。是谁传信给叶入林的？是弟子。我要你办的事呢？回师祖的话，这袁彻看起来平日里也无欲无求的，应该没什么把柄。不过他膝下有一子叫袁商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软肋。还有何事？弟子有一事相求，我想，说。弟子想拜入林为师，还希望师祖恩准。你已化为人形，这种小事日后自己拿主意，别再来烦我。师祖真是同意了，谢谢师祖。这就是赤气景天啊，好美啊，好像极光啊。这常人眼中的五彩霞光，于我而言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。娘，我们真的要一辈子待在这里吗？当年仙魔大战后，我们被鹰之谷从魔域俘虏之子作为奴隶，受尽凌辱。娘本以为那新任公主殷流年是良善之人，傻傻的交付了真心。不曾想你们出生后，还是与我一起生活在这阿杂之地。如今，司马一族只剩司马娇一人，待他有朝一日身故，仙魔之间的屏障就会消失，我们便可重回故土。娘，就没有其他办法回到家乡了吗？极寒之体，传说魔域那寒雨的极寒之体，也可带我们穿过屏障。其实，若是能穿越屏障，到魔界那边，能看到极光之景，要比现在美上好几分。就是那边是最佳观景位呗。那我们能过去吗？庭燕，你树林，你小心一点，这玩意儿跟触电一样，好痛啊！你这个时候还想着关心我啊？庭燕，你如何会被这屏障伤到？你之前不是说你有寒冷的特殊体质吗？是不是失灵了？没失灵啊，你怎么这样问啊？啊，没什么，怪我忘了提醒你，
自仙魔两界大战之后，司马氏用灵火设下了这道屏障，阻止仙魔两界往来，所以仙府和魔域的人都无法穿过这道屏障。怪不得这么大威力，疼死我了！你没有受伤吧？我看看。庭燕的极寒之体，为何对屏障没有反应？父亲，我探查到袁商近日常鬼鬼祟祟的在白鹿崖附近活动。白鹿崖？他去白鹿崖做什么？好像是在等人。他居然敢在司马教的眼皮子底下造次，他是嫌命太长啊！不如这样，若他能死在白鹿崖，不是正好将此事推给司马交吗？旭儿，你有长进啊！继续盯着，找个机会，让司马交先动手，然后我们再出手。好。哇，有什么好吃的？嘿，天哪，又来！原来祖宗还有体贴细心的人设啊！看来他并不像表面看着那么吓人的嘛。赔钱，赔得起吗？还请息怒。你们这些小小门派，我好像听见我师傅的声音了。天之宫的花宴已经是3生有幸，竟还如此不长眼！放肆！我清谷天再怎么籍籍无名，我师傅也是一派之主，怎容你这般侮辱？白竹，师傅，真的是你？师姐，庭燕徒儿，怎么着？还叫帮手是吧？啊？师傅师弟，这怎么回事？师姐，这天之宫的弟子醉酒，自己撞到师傅身上，弄洒了琼浆玉露，竟污蔑是师傅所为。谁醉酒了？啊？不就是瓶酒吗？我赔你，多少钱？这琼浆玉露值灵石100颗。我分去。满口胡言！你这小小混账弟子，耍我是吧？简直是找死！怎么回事啊？那人谁啊？好高的修为啊！老板，师祖，真的是师祖。我随师父迎慈桑道君出关时曾见过。弟子见过师祖。庭燕徒儿，还不快办！庭燕徒儿，看你顺利出山，为师就放心了。之前见师祖灭了诸多弟子的命灯，为师担心你。如今整个仙府都传师祖对你宠信有加，此话可当真？没有没有，我跟师祖可没有那种风流韵事啊。那师祖为何如此厚待你，竟当众护着你？可能我能给师祖解闷儿。为师只怕你四体不勤，又天资愚钝，拙口笨塞的。师傅，你现在骂人可真够高级的。这万一要是真的触怒了师祖，被灭了命灯，不如还是找机会跟师祖请辞，回清谷天修炼吧。啊！师祖，师祖，廖廷燕是你派来我身边侍奉的弟子，我未曾开口，你便替我做主。师祖恕罪，弟子不敢。师祖啊，我师父他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还是你想要赏赐？弟子不敢受赏。
说吧，你要什么赏赐？弟子恳请师祖，若是庭燕徒儿有侍奉不周之事，请您宽宏大量，饶他一命。师父，不允。倒是可以赏你们4条灵脉。这么多吗？一口气赏了4条灵脉，不愧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清谷天这个小小门派，以后怕是要赶上我们月之宫了。谢师祖赏赐。灵脉也并非越多越强便好，譬如白鹿崖的灵脉，不是你等有福销售的。白鹿崖的灵气滔天，不知师祖这话是何意？白鹿崖的灵脉，于司马氏族人是良药，对其他人来说是毒药。若他人用白鹿崖的灵脉修炼，修为越高越危险。公质合体，一旦运功，必死无疑。师傅，你放心，师祖他对我。这司马娇竟然真的看上了廖廷燕，只是他既不动手自杀，也不出卖我的身份，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老板，我虽然不会修炼，但最近身体有些变化，可能是因为吸收了白鹿崖灵气的原因。我会不会有事啊？应该会吧。会。那我会死吗？你离合体期还相隔甚远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没有什么修炼天赋的，看来人才也是一件好事。回去。老板，您刚刚不是说我们是去杀人的吗？是啊，可你方才吃了那么多，若是见我杀人呕了出来，岂不是坏了我的兴致？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刚刚在花宴上也是，不仅关心我，还关心职工家属。我现在总算是看清楚啦，这祖宗是个妥妥的口嫌体正直，不应该叫司马娇，应该叫司马娇。你在笑什么？我在想，您对下属真的是关怀备至，体贴入微，我对您的感恩之心有。闭嘴。司马娇竟说那灵脉堪比毒药。公主，您如今功成几许了？我昨日刚至合体。那您有运过功吗？幸好未曾。公主，有无可能司马娇是故意恫吓我们的？他若知晓我们拿了白鹿崖的灵脉，暗自修炼，他为何不直接杀了我们？他出山之日血流成河，可是毫无顾忌。司马氏的血凝花，都需喝过凤山之血方可食用。白鹿崖的灵脉如此，也不足为奇。那公主，眼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？近来，宫中已有几名修为高的弟子步入炼虚，若此事为真，恐怕他们接下来也会有异样。我们是否需先提醒他们，近日先不要用灵脉修炼？不，先稳住其他弟子，莫要声张。